我去，这高档小区破烂就是多，发财了！臭乞丐的，离我车远点，脏死了！我就捡个垃圾。怎么，你想要啊？给，赏你了，捡去吧。捡就捡。哎，高档小区，严禁乞丐入内，滚！捡个破烂都不让捡，什么时候才能靠捡破烂发财？恭喜宿主绑定捡破烂系统，只要宿主捡到破烂，系统就以10000倍价格回收。检测到价值1元的破烂，系统自动10000倍回收，宿主账户到账10000元。系统1万？骗人的吧？尊敬的用户，您尾号8330的账户到账1万元，当前余额10060元。我去，这系统竟然是真的！宿主首次开启系统，获得新手奖励价值100万豪车1辆，车辆如果放在小区门口，请宿主尽快拿走。豪车价值100万，没想到我一个捡破烂的也能开上豪车呀！就靠这个捡破烂的系统，我就可以变成7万，不，就算是1万富翁也能轻轻松松啊！看来我张环要咸鱼翻身了。好，现在就去看看我的豪车。哎呦，咱小区什么时候有这种车了？这车很贵吗？看起来值几百万呢。小区还有这么有钱的人，哎呦我去啊！也不知道这车主是什么人，如果能认识一下该多好呀！哎呀，麻烦让一让啊！捡破烂的过来干什么？一股臭汗味儿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的车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的车。他的车开什么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疯了吧，妄想症吧？乞丐怎么进的小区的？怎么可能？我去，这豪车真是乞丐的！让让啊，让让啊！这是他的车，捡垃圾这么挣钱？今天我也捡垃圾。好家伙，明天我也去捡。哎呀，这座椅，这方向盘，哎呀，还能敞篷。有了这系统啊，以后啊，我捡垃圾都能发财。不如开一个废品回收站，这样既能赚系统的钱，又能赚捡垃圾的钱。好主意啊！我简直就是个天才。这豪车，帅哥，要不要？怎么是你啊？这车是你的？怎么，不明显吗？有没有兴趣上车啊？好啊。哎，稍等，我说的不是人上车，是瓶子上车。瓶子上车。检测到价值30元破烂，系统回收，宿主获得30万元。轻轻松松到账30万。神经病吧你！我还比不上一个瓶子，给你的垃圾过去吧。是。有了这个系统，我就能靠捡垃圾走上人生巅峰。这件事儿，我要告诉圆圆，从今以后，圆圆就不用跟着我吃苦了，让她过上好生活。检测到价值为30块的破烂，请尽快回收。30块，那就是30万。哎呀，我的宝贝，我来了！张环，宿主账户到账30万。干什么呢？圆，他是谁啊？他是圆圆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捡破烂的追求者。小子，你这也太寒碜了吧！你这也太寒碜了吧！不算是追求者吧，只能算是一个甜梗。黄哥，人家可不想跟乞丐捡一辈子破烂呢。兄弟啊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金钱的力量。圆圆，就是因为我没有钱，你就跟这个暴发户在一起。我过生日你就送我一个1000块的破手机，人家黄哥呀可送给我的是8000块的苹果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呢？可是这1000块，是我当时全部的家当。小子，看见那辆车了吗？我随随便便就能拿下，而你
一辈子都买不起。你笑什么？你这一辈子也买不起那辆奔驰吧？滚远点，别阻挡我呀，追求幸福。啊，对了，这1000块的破手机呢，还给你。检测到属性含有稀有元素，回收价格1000万。李媛，你也只配坐这种低档车。你记住了，今天是我甩了你，不是你甩的我。小子，说我的车是低档车，你能买得起什么？难道就是个破电动吗？哼！打扰一下，先生，请问门口那辆车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的车。是你的车？你个臭乞丐，能是你的车吗？你个捡破烂的，能买得起几百万的车，你吹什么牛呢？哦，车我一会儿挪走。这是你的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张环，这真是你的车啊？是，怎么样？张环，刚才我是闹着玩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啊！相信你？你什么身份？我相信你？别碰我，嫌你脏。先生您好，我是通达集团董事长何渊。能拥有门口那辆车的人，无疑是顶级富豪的存在。先生，能否给个机会，我们认识一下？我们认识一下。通达集团的董事长，通达集团可是阳城的一个一流势力，董事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。通达集团，不太清楚。不过，谢谢贺总看得起我这个捡破烂的。我叫张环，还没有名片。不碍事，张总若是有什么需要，尽管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贺总您好，我是黄兴茶庄的老板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张总，您先忙，我还有事。哎，好，你忙，我先走啊。完了，看贺总的态度，一定是看到我针对那小子了。谁能想到那小子是个隐藏的富豪啊？在阳城我是彻底混不下去了。黄哥，你个贱人，你把我害惨了！看我回去，不整死你！刚才捡了一路的破烂，我现在账户上应该有1个多亿了。我现在的身份也算是跻身了亿万富翁的层次。按我现在的身份来算，我应该先开个公司。哎呀，赚不赚钱的不重要，主要是身份呀，说出去有面子。还是应该先取点钱，手上有点现金啊，拿在手里踏实一些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谢谢这个。检测到价值20元破烂，请宿主尽快回收。哎呀，这钱根本赚不完呀！检测到价值20元破烂，换本回收，获得20万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这里是银行，你个乞丐在这儿捡什么破烂？赶紧滚！我不是乞丐，我是捡破烂的。再说了，我过来取钱，凭什么不让我在这儿？就你能取多少钱？去外面提款机上取。银行，帮我取100万。真让他坑倒了。先生，你要取多少？100万。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这能干嘛呢？先生，我们这里呢不是让你来玩的，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去外面自动存款机去取。好，张婷是吧？我要向你们银行经理投诉你。好啊，你一个捡破烂的臭乞丐，我们经理可不会接待你。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赶紧滚！等一下，先生您好，我是银行的柜员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我想取钱，你可以帮我取吗？这新来的就是爱出风头，多管闲事。可以的，请问先生需要取多少呢？100万。啊！先生，您稍等，您的金额有点大，我需要向我们经理申报一下。等等，啊，小董啊，你这刚来呢，可能不知道，我们银行对这种衣冠不整的人恕不接待。恕不接待。你说什么呢？小爷我还不乐意在你这取呢。哎，你小子存心找事儿是吧？很好，你们银行就用这种态度对待客户是吧？我们银行对待客户一向是微笑服务，但是捣乱的绝不允许。行，去帮我把卡里的钱全部取出来。
你装什么逼呢？一个捡破烂的臭乞丐能有几个钱？取钱是吧？我先核实一下。8个0，完了，能有1个亿存款的人我能惹得起吗？这下子简直工作保不住，我在阳城都活不下去了。你还要看多久？久等了，先生，这里面有1个亿。1个亿太厉害了，这么多，我的！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姓张，现在把我这1个亿给我取出来。请问您贵姓啊？张，能不能把我钱取出来？张先生，刚刚呢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您看看这笔钱能不能不取走？我们到时候给您升级成至尊黑卡。不用，这个钱我是取定了，我还要去你们银行行长那里投诉你。你不是说不怕吗？先生，刚刚呢是我不对，您看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？不行，快点儿！张先生，这取1个亿需要给我们行长打电话才能办手续。那你就赶快给你们行长打电话，还让我亲自动手啊！完了，要是行长知道银行损失了1亿元大户，我的工作肯定会丢。董新云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到张先生说话吗？还不赶紧给行长打电话？好，我马上打。不要你打，就让他打。朱行长，这里有一位客户要取走1个亿。什么？1个亿？你们先稳住客户，我马上就到。张先生，请您稍等一下，我们行长马上就来。怎么回事？闹出这么大动静？朱行长，他是亿万富翁。这怎么可能？小伙子，这钱真的是你的？难不成是你的呀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敢问一句，你为什么要取这么多钱？这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要不您跟我到贵宾区详谈？不用了，赶快把钱取出来吧，我还有很多事。小伙子，您有什么要求，全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会尽力全力为您做到。还是希望您把钱继续存在我们银行。你们银行不欢迎我哪敢有什么意见啊？大不了我就找一个欢迎我的银行，把这个钱给存进去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刚才是谁冒犯了您。我们银行不留这种败坏风气的人。先生，您看您等这么久，一定渴了，喝点水。我和你们行长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张婷，现在就收拾东西走吧。我们银行怎么会招进了你这种人呢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我可是花了不少代价才进了这家银行，现在都玩完了。小伙子，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我保证，这事儿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。让我转变主意也行，以后我只要他接待。啊，好，从今日起，董新云就是新的业务经理。您的业务以后全都由他负责啊！行长，这不合理，他只是一个实习生而已。刚毕业就比你通透，我就中意他。先生，虽然刚刚确实是他招待了你，但是我们银行这么多人这么努力，他只是一个实习生，他凭什么？这好说，我把我那1个亿取出来，存在他的档口里，够他升一个业务经理了吧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无关人员带出去！等一下，把我的宝贝拿出去放我车上。先生，您现在这额度绝对可以成为我们银行的至尊 VIP， 要不要现在为你办理？行吧，那你快点吧。好，这边，请。张先生，您慢走。你忙吧啊！慢走啊！真是奇葩，我第一次见开着豪车捡破烂的人。系统自动检测到价值10元破烂，万倍回收，账户奖励到账10万元。哎呀！
我去老，8000万的婆子，兰博基尼咱这回可是挣了不少钱呢，这下可要你知道吧？这可以。我靠！哎呀！哇，这是……老婆子，坏了，撞车了，老婆子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你这小子，你这撞成这样！哎呀！哎呀，这刚拿到手的车还没坐热乎呢，就出事儿了。这还是碳纤维的，要换还只能换全部，这费时费力又费钱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哟，这打扮难道就是拾荒风？对不起，多少钱？我现在赔给你。大爷，这点钱可不够，得整车换壳才行，得好几十万美元了。几十万美元，换算成人民币也得几百万了。几百万，去哪弄这么多钱呢？可怎么办呢？真是可怜呐，撞成这样，赔个倾家荡产喽。那可不是，要换作是我，就让他们走。开的这么好的车，还差这点修车钱。这是什么话？什么时候谁穷谁有理了？人家的钱不是钱。那让赔，他们也赔不起，糊涂账算不了。哎呀，哭什么哭呀？都多大岁数了还哭？闯祸了，几百万！我是腿不好，我耳朵又没聋。小伙子，我们没有钱赔你啊。往后啊，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挣多少给你多少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们给你立个字据，或者押身份证都行。您二位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李秀兰，我家老头子叫张二狗，这是我们的身份证。哎呀，我不要您的身份证。你说真的？这是我的生人。哎呀，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冷静。哎呀，这是一道抵一道，我们扯平了。哇，格局！好样的，小伙子，活该你开兰博基尼啊！小伙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只不过……大娘，咱们一码归一码，我花您车一刀，这个咱们扯平了。但是呢，我要踹了您车一脚，这个是我不对，我赔您啊？啥意思啊？我呀，赔您一辆新的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小伙子，我知道你是想帮我们两口子，无功不受禄。我这心里踏实的、舒服的坐这个破三轮，我也不想让你给换辆新车。我这老婆子啊，良心上过不去呀。您二位也是捡废品的吧？啊，您二位想不想开一个废品回收站啊？当然啊，这不是白送你们的。我呢，平时比较忙，主要是我想开一个废品回收站。我想啊，请您二位去帮我经营。到时候啊，我给你们开工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小伙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啊？当然，只要您点头就行。行，哎，牛逼啊！先是几百万，有4、5辆新车，更牛逼的是又开了一个废品收费站。小伙子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老两口居无定所，每日东奔西跑，偏偏呀，我这腿脚还不好，还得让他照顾我。如果能去你们废品收购站打工，日子肯定会好过多了。大娘啊，真的要谢谢你啊！是啊，小伙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你呀，帮了我们两口子的大忙啊！举手之劳，这感觉真爽啊！太感谢你了。行了，都散了啊！大爷大娘，你们跟我走，这大中午的，我们先去吃个饭。你这个车就归我了，到时候给你们派公车。检测到价值1792元破烂，万倍回收，宿主账户到账1792万。走。哟，这么多菜，这不便宜吧？啊，没事，大娘，你放心。你说你要开个废品回收站，有相中的地方了吗？啊？哎，这个我也就是脑子一热，没想好。哎，大娘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哎，还真有。这个首先呀，
这个地方又足够大，能存放更多的废品。这大众废品交易更容易一些。另外就是地段，这个地段呢，离人多的地方不能太远，来回太麻烦，也不能太近。废品毕竟脏乱，不能影响别人。还有就是合作者了，愿意收购废品的工厂、企业都需要联系。这个我确实都不太懂，我就只会捡破烂。不过这个地啊、手续什么的可以交给我来办。哎呀，到时候啊，等公司开起来，您二位来负责经营，怎么样？真的啊？当然，只要您二位愿意就行。我愿意。不瞒您说呀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想着呀，能做一个女老板啊。是吗？那然后呢？后来呀，就只想着把日子过好。哎，小张，你要开废品收购站，那些手续啥的，你一定要办好。大娘，要不这样，我现在啊就找人去办手续，我找这个人，他一定能办好啊。我先打个电话，您先吃。哎，贺总，这1个多亿的资金缺口再不解决，我们很有可能面临破产啊。资金缺口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你好，我是贺渊，哪位？啊，贺总啊，我是张环，就是之前啊在酒店门口见过的那个，我想找你帮个忙。找我帮忙的啊，小兄弟，想找我帮什么忙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想开一个废品收购站，这个地啊和这个手续什么的，您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。小兄弟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等过几天打给你怎么样？贺渊这是在打马虎眼啊！我虽是丈夫的愣头青，不明白夫人圈子的规矩，但那又怎么样？我有的是钱。哦，是这样，贺总。哎呀，那您看看啊，有没有别的什么好的项目？您可以跟我说一说。我这边啊也有点零花钱，想要去投资一下。有多少零花钱？不多，也就1个亿，放在银行里面吃利息呢。小兄弟，你可别拿我开涮呀！哎呦，没有，要不发个截图给你看看？不用不用，老哥手里真有好项目，玉龙湾东边那片绿地你知道吧？哎，知道。那边未来前景你也知道，以后都是中高档的小区，你要有兴趣的话投一笔。行，到时候签合同的时候通知我就行。那张总，废品收购站的手续和选址我给你办了，刚好刚拍下的一块地啊，边角没什么用，正好啊能开个废品收购站。哎呀，那谢谢了，何总。哎呀，别何总叫了，多生分呢，我比你大1轮多呢。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，叫我贺哥吧。行，那以后就叫您贺哥。对了，你以后也别叫我张总了，叫我小张就行，听习惯了。好，小张啊，明天我们约个时间，我登门拜访，咱们好好聊聊怎么样？我还住桥洞呢，把这茬忘了。怎么了，小张？方便吗？确实是不太方便，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吧，我不太满意。等我以后换一个好点的，然后再请您过来，您看怎么样？哼，我当什么事儿啊？就房子的事儿啊！我送你一套得了。香山美术知道吧？那一区还有3栋空着，你挑一栋吧。香山美术里面住的可都是富人名流，听说一栋就得1000多，这说送就送给我了？这不太行吧？这一层好几百万呢，你这送我太贵重了。你也别推辞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老哥高爹也得送你个别墅。行，贺哥，你这个房子我收了，你这个兄弟我以后就认了。那谢谢贺哥了。我这还有点事儿，明天你去香山别墅等我。哎，行，好嘞，谢谢贺哥，再见。小刘啊，佳琪最近干什么呢？还是老样子，在家打游戏呢。你让他收拾收拾，过几天换个地方玩。你是说这个张总啊，可不是一般人，让佳琪接触接触，这种人不多见，怎么也不能便宜了其他人。好的，贺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大爷大娘，搞定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带你们先去买一身衣服，然后呢，再给你们开个宾馆。今天晚上您就跟大爷住宾馆里，等我那个废品收购站开业了，我再通知你们。哦，哎，好，来，快吃。8号别墅，这应该就是贺渊约我来的地方。
哇！检测到价值3元破烂，万倍回收，到账3万元。嘿嘿，轻轻松松到账3万。你这是？看到空瓶子随手捡起来，保护环境嘛。对。你这车的划痕什么时候弄的？昨天我记得还没有呢。跟你分开后不小心弄的，还没来得及去修呢。你要相信老哥的话，就把这车交给我。我有个朋友是做超跑生意的，等修好了我给你送回来。那感情好啊！那等会儿你就叫人把它开走就行。啊，行，那咱们先进去。走，我带你看看别墅。好。哇，这还只是花园，就这么豪华？哎，不愧是1000多万的别墅啊，果然够豪华的。香山美术都是4层，我带你看的这栋啊，是视野最好的一栋。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带你看看别栋。哎，不用，就这个就挺好。行，那装修设计、家具家电之类的，我也帮你联系联系。贺哥，什么事儿就直说吧。嘿嘿，被你看出来了呀。你一个大企业的老板，抽出宝贵的时间陪我来看别墅，又是修车又是装修的，肯定还有别的事儿跟我说嘛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没想到你这么敏锐。是这样的，你的投资还能追加吗？追加？我们公司需要更多的钱，当然，你要是没有这样想法的话，就当我没说。你需要多少？1亿。我给你20倍，20亿，怎么样？多少？你有什么条件吗？分红就行，能躺着赚钱那种。啊？哦，对了，再给我安排几个职位，一个一听上去就很牛逼的职位。剩下的就随便吧。经理啊、总监啊那种就行。无权的虚职，有这么做生意的吗？这跟花2亿买棒棒糖有什么区别呀？你认真的？那可是20亿啊，都是要落实到合同上的。你的条件就这么简单？不过我不能一次性投资给你。这样吧，分10个月，每个月给你2亿。你要是觉得 OK 的话，我们签合同。这是做生意吗？这是做慈善呀！哎呀，小张啊，多的我就不说了。贺哥一定不会亏待你的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贺哥，冷静。冷静不了呀，你不知道这2亿对通达集团来说意味着什么呀？我不需要知道。有钱任性，不就21亿吗？能轻描淡写的决定20亿，它究竟什么来头？要不查一下？不能查，无论如何不能查。万一被他发觉的话，好不容易建立的关系可就没了，价值20亿的关系啊！那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明天我就把合同带给你。下午来，早上我可起不来。好，小张，你帮了朗哥这么大的忙，哥也得表示表示。这样吧，车我帮你修，房子装修设计和大大小小的家具家电哥都包了，还有2座别墅也归你了。这么大方？哎呀，和你比起来我差远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至于装修吧，我不挑，几块就行。我现在还住酒店呢。还有废品收购站也要抓点紧啊。哎，没问题，有系统在，20亿对我来说轻轻松松，但如何快速收到20亿却是个问题。对了，可以去收一些价值高的破烂，比如手机一类的，这样就能快速获得20亿，可以让大爷和大娘去高价收些手机。哎呀，不行，大爷大娘岁数大了，而且大娘腿脚不方便，不适合走街串巷，该找谁呢？有了！喂，冯克，想不想住别墅？别墅？张环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前几天还在捡破烂，今天就能住得起别墅了？嗨，我一会儿就发你照片。兄弟啊，手上现在有个项目，要不要一起干？你可别唬我。晚上你定地方，我过去，就省吴洪刚。到时候啊，我们看看能不能一起干点事儿。行。我去，这小子还真有别墅。贺哥，我还有事儿，今天走了啊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想看点什么？你们店最贵的表拿出来看看。先生，我们这儿最便宜的表都要6位数，你确定要看吗？
一会儿刷卡的时候可别手抖。黑卡，这可是资产过亿的人才能有的黑卡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是我刚才有眼无珠。这是我们家店里最贵的表，售价是280万。还行，包起来吧。好的，先生，你真有眼光，这个表一看就很适合你，而且非常适合你出去谈生意。对了，先生，不知道能不能加你个联系方式，以后有上新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怎么，想要当我的私人导购？只要先生愿意，我随时都可以。这个表啊，我不要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呀，不喜欢。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有人想入非非。别走，我错了，先生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打折。哎呀，看你态度还不错，刷卡吧。谢谢先生，我这就给你打包。嘿，现在啊，就去买身衣服，就等晚上和冯科他们见面了。哎，科，你说张环那别墅是真的不？他不是拍的电脑图片吧？来了你不就知道了？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再等他一会儿，跟他说在灯火阑珊处。灯你大爷，这全是灯，他怎么找啊他？哎，骂得好，我他妈差点就走过了。张哥，那别墅是真的吗？你不是捡破烂的吗？哎呀，我咋这么热呢？哎呀，哎，这手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热的啊！哎呀，你张哥呀，真发达了。你又知道啦？这我还真知道。不说别说，你去看张哥手上这表。哎呀，不值钱了。百达翡丽5524，近300万呢。什么？哎呀，没多少钱。我想干他，我也想。哎，等，我错，来这，我请你们吃大餐，怎么样？哎，好，走。问你，服务员，哎，你好，请问吃点什么？这个生煎虾给我来1盘，然后啤酒10箱，行了。你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去吧。你好歹也是资产颇丰的人了，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？你现在就像个土大款。那咋了？千金难买爷乐意呀，是吧？张哥，这么多虾，这么多啤酒，怕是要给我吃痛风哦。我都说了，请你们吃饭了，哪怕是你住院了，我都请。再不济你挂了，给你送到火葬场，我都给你安排个单炉，保证你骨灰全都是真。不是你这，要不是在店里高低揍你，真该揍他。来，干！光顾着跟你们喝酒了，跟你们说个正事啊！你看啊，我现在也是一个暴发户，你们啊就别去送外卖了，跟着我混吧，混捡垃圾吧。不是张环，你没喝多吧？不送外卖捡破烂啊？你们两个就算是跟着我一块捡垃圾，也能让你成为百万富翁之类的。这样，先给你们一人打10万，怎么样？10万？不是张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开玩笑。您的账户到账10万元，您的账户到账10万元。现在信了吧？咱们是兄弟啊，苟富贵勿相忘。等我有能力了，自然会拉你们一把。不，我们不是兄弟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父子。爸爸，滚！你的节操呢？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拿我当爸爸呀？真是你这，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，这就贵了。爸爸，我替你教训他。我呸！亲爱的爸爸，让我们干什么？你说吧，除了陪睡，干啥都行。哎呀，去！不过还真有一件事让你去做。什么？收垃圾。收破烂？对，收的越多越好。从今天开始到后天中午，收的越多越好。收多了，给你们住大别墅。真的？真的。一会儿给你们打30万，这30万用作收垃圾。记住了。只收手机啊，还有家用电器之类的啊，多多益善，能不能完成？No， 保证完成任务。来，干！哎，收废品了！
高价收废品，大家过来瞧一瞧。收旧手机、洗衣机、电视机，最低100，先到先得。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来都看一看啊！来看一看，来。该你啊！小伙子，我这个手机收吗？收。您这个手机，我能给您120块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，还有这好事呢，我换。哎呦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手机。来，给大娘。这下你们相信了吧？相信了。小伙子，看我这个。先看看我的。急什么急啊？我先来的。我先来的。大家们都别急，都能卖啊！这样，我们明天在这儿啊会继续收的。你们有多少，我们就能收多少，直到我们没钱为止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好的。小伙子，我回家看看我家还有多少东西能换啊？好，我也回家看看。先到先得啊！大爷大妈慢点，明天在这儿等你们啊！希望明天能有个好结果。张环出事了！你们谁出事了？不是，我们没出事，可是我们的钱包出事了。我们低估了大爷大妈的热情，结果来的人太多，你给的30万要不够了。那就先别收了。我也想，可大爷大妈们不让啊。你有时间没？过来一趟吧，我给你发定位。行，我马上过去。这花了30万买的废品破烂，也不知道能换多少钱。这也太夸张了！这么多人，万一出点事儿，可就麻烦了。我得赶紧过去。哎，你们耍我们呢？说有多少收多少，现在东西拿来了，你们又不要了。我为了拿风扇，我把腰都扭了。东西我们拿来了，你们就得收。赶快给我收了你！收了呀！各位大爷大妈，千万小心啊！谁知道就不好了啊！冷静。我这东西容易吗？啊！是啊，我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！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！我给他们说我们没钱了，可大爷大妈们还是不依不饶啊！不是所有老人都这样，可这些老坏人真是败坏风气啊！快点给我们收了！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收啊？钟科，你现在去趟银行取50万现金过来，接着收。不行啊，银行需要预约50万取不出来的。你们逗我们玩呢？啊！骗我们年龄大是不是？报警！必须报警！报警！哎呀！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事儿？报警！你们放心啊，我肯定能把钱给你们。等一会儿啊！对，大家稍安勿躁。喂，董新元，送10万现金过来，到春熙路广场，快！1个小时。好，快！报警！赶紧报警！大爷大妈，钱马上就到了啊！一会儿我们再接着收，稍等一会儿，稍安勿躁，大家好不好？哇，这么多，这能换多少钱啊？检测到价值131386.7元破烂，万倍回收达到限额，宿主获得10亿元。系统竟然还会有限额，这一下我就手赚至少3000万啊！但是能挣到10亿也是不错的。大爷大妈们，钱一会儿就到啊！大家先排好队啊！钱什么时候到啊？别诓我们都等了1上午了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别我们排好队了，你们趁机跑了。哎呀，不会。大爷大妈们，你们相信我们今天有多少收多少，绝对不会食言啊！但是大家一定要排好队，千万不要插队，插队的话恕不接待。来，我先来的，排好队，怎么还不来？你别急我，还不来啊？怎么还不来？啥时候来啊？这么久了。稍安勿躁啊！张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。没事儿。哎呦，谢强，来了啊！现在开始收废品。你干什么又换地方了？耍什么心思呢？赶紧给我换钱呀！我在哪儿收废品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老老实实排队去。凭啥呀？我们才应该是第一个。凭什么？钱是我的，你说我凭啥？哼！排队。打开。哇！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么多钱！哇塞，俺这个能换多少钱？您这个，我给您400块。哎呀，来。检测到价值121元破烂，万倍回收，宿主账户到账121万元。你看看俺这个来，您这个我给您500。检测到价值200元破烂，万倍回收，宿主账户到账200万元。我这个给您200块。我这风扇多少钱？300块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给您100。才100？哼，600。已经22亿8000万了，
远超预期啊！哇，这么多！今天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也差不多了。走，我请你俩吃大餐去。走，走。赵环，这地方也太高级了吧？一顿饭得不少钱吧？嗨，放心吃吧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今天啊，多亏你们两个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不是给你俩一人10万块钱吗？怎么还抠抠搜搜的？我们俩这不是成习惯了吗？行了行了，说这事儿啊，今天啊，真让我赚了不少。真的能赚啊？所以你说捡垃圾能赚钱，不是在诓我们？不是啊，只不过是你们不信罢了。我还打算开个废品收购站，把它给做大做强。不过我真没想到，今天你们两个就能收这么多破烂，人才啊！反正你俩现在也是跟着我干，以后啊，我打算把这个废品收购站的收购渠道交给你们来负责。我呢，叫人在郊区啊弄了一块地，等这个手续办下来以后，就可以开业了。可是张哥，那我们整天走街串巷收破烂，我们也没车啥。哎呀，这个我早就想好了。等明天啊，我带你们去 4S 店，一人给你们配辆车。哎，好，不用吧？骑之前的3轮也行吧？3轮车拉货，那丢的是我的人啊！再说了，现在废品收的越来越多，那个电动3轮车也拉不下了呀。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上午9点，我去接你们。行，行。有兄弟帮忙，废品收购站肯定能尽快开起来，做大做强也不是梦。哇，张环，你还真要带我们买车啊？当然了，别紧张啊。人生第一辆4个轱辘的车落地，能不紧张吗？张哥，这么多车，你要买哪辆啊？皮卡呀，还能多装点东西，对吧？先生您好。哎，张环，你是？我刘凯啊，咱俩一个村的。哦，你呀，咱俩有3年没见了吧？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都没认出来。都3年了，哪能不变样啊？你现在干嘛呢？我啊，收破烂呢。咱们光收破烂也不行，咱们也老大不小啊，得干点正事。哎，要不你来跟着我卖车吧？老板是我一个好大哥，卖得好，1个月挣的不少呢。刘凯，别吹牛逼了，这个月再拿不到业绩，你就要被开除了。你懂个屁！孙哥那是跟我开玩笑呢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孙哥，我告诉你，刘凯，是你妈求着我才让你来的。你要是还不出业绩，我告诉你啊，趁早滚蛋！我这也不养吃干饭的人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孙哥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知道添麻烦就赶紧卖车。好，走。让你们看笑话了。什么笑话不笑话的？都是成年人，正常。哎，对了，以后我们大学就不上了。没事，就不想念了。你就别装了，说实话。我爸出车祸死了，我妈瘫了，家里没人顶着，我得撑起来嘛。然后就不念了。是啊，刚不念的时候，还以为自己能闯出一片天，结果3年了，狗屁不是，还他妈学了一身坏毛病。你说我是不是废了？哎呀呀，废什么废啊！谁没有一个迷茫的时候？挺过去就行了啊！挺不过去了。哎呀，他们都说卖车卖得好，1个月能挣1、2万，结果来这4个月1辆都没卖出去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这干嘛呢？你们是来买车的吧？我给你叫个同事，他面子大，能给你们便宜不少呢。哎呀呀，不用，不差那个钱。实不相瞒啊，哥们儿现在还挺有钱的。挺有钱是多有钱啊？一次性买3辆猛禽，算不算？不是啥？哎，冷静，我不是要跟你装逼啊，就是刚好现在赶上时候。不是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？没有开玩笑。哎，是不是你们现在店里有现车吗？我问啊。有现车的话，我现在提车就可以走。哎，好。哎，孙哥，3辆猛禽有现车吗？有啊，你朋友要买？哎，对，那我先去打一份合同啊。行了，别装逼了，有这时间多给客户打电话不好吗？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买车还要看你脸色是吧？行了，小伙子，我知道你是在为刘凯出头，不过你还是换个方式吧。你们这样只是打你们自己的脸。3辆猛禽多少钱？这样吧，给你们凑个整，310万。
是不是我现在交钱就可以提车？是啊。二维码拿过来。好了，戳的还挺像。孙总，刚刚有310万进入我的账户。310万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不信您自己看一下。怎么称呼我哥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车呢？哦，车队里有现货2辆，还差1辆。你刚才跟我说3辆，现在变成2辆，你不是耍我的？这样吧，哥，你给我5天时间，不，3天，3天，我一定办完啊！不行，要不然现在提车，要不然立马退钱。刘卡，这样吧，那3个是你哥们儿是吧？哎，对。这样，你帮我跟他们3个说，通融，这3辆猛禽的提成都给你。还有开除的事儿我也不提了，怎么样？那我试试吧。试试。好，2位哥先忙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快走，快走。张环，怎么，派你出来当说客了？给你开了什么条件？提成，还有不开除。这你就答应了？不答应我能怎么样呢？你觉得你自己还能卖车吗？就算是今天让你把这车卖出去，你那个经理日后肯定还会开除你。你觉得你还能靠这个卖车吃饭吗？那我还能干什么？这样，我那边开了一个废品收购站，交给了一个大爷大娘在那边看着，他们俩身体不太好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过去帮他们干个活，到时候我1个月给你5000块钱。还有啊，我那个废品收购站里面有住的地方，你以后也不用就是租房子了。你看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就跟他们一块过去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真的呀。我干，谢谢你啊，张华。谢什么？举手之劳。这2天准备好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就过去啊。哎，行。那这边，哎，据你所知，这310万，你最低还能要多少？能省20多万。行，那你去跟他说吧，能省下来你自己留着，到时候大阿姨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。张华，哎呀，你千万别哭啊，大老爷们了。我们先出去抽根烟，等回来你把车给我们开出去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了。有车了，张哥，看见他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自己啊。要不是张环，我现在还在送外卖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俩就别感慨了。等车下来了，你们俩有的忙呢。喂，贺哥，小张，有时间吗？合同弄好了，什么来签一下？啊，行，我现在就过去啊。峰哥，你们在这等一下啊，我一会儿要过去。哎，张环，你干什么去？哦，我要和通达集团签一个20亿的合同去。多少？20亿啊！20亿，连商务律师都不找？对啊，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问题大，万一人家要在合同上做点什么手脚，你被坑死都不知道。你等着，我有个学姐是做律师的，让她跟你去，肯定没问题。喂，学姐，我这边有个朋友，他跟通达集团谈个20亿的合同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一趟呗？好，行，好嘞。我学姐资深商务律师，有她在，别人就算想坑不到你啊。行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你们在这儿。好。哇，峰哥这学姐也太漂亮了吧！你好，是张环先生吗？是我。你好，庄先生，我是赵曼。你的情况冯科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你确定已经事先谈好合作条件及细枝末节，只需要我查漏补缺就可以了？啊，对，不会耽误太久。贺哥那边已经在等了，我们上去吧。好的，走吧。你可算是来了，昨晚我都没睡好，就等着现在呀。哎呀，贺哥，别这么客套了，咱们坐吧啊。那我就不客套了，小刘，把合同拿过去。哎，给他。这合同假的吧？20亿的合同，我来之前已经做好看上4、5天的准备了，结果只有2页纸。张先生，这个合同上只写了2条。第一条是您投资通达集团20亿，
分10个月付清。第2条是你与通达集团的一些分红，以及一个副董事长的虚职，还有一些人力资源部的以及其他部门经理的虚职的任命权。你确定就这2条？确定，没问题。哦，没事，我就确认一下。20亿的投资只要一些虚职，也不涉及公司内部的事情，那小孩子过家家都比他认真，莫不是个傻子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没事。那要是没问题的话，那我就签字了。啊，没问题。啊，好。真签了？这可是20亿啊，条件这么少。来，贺哥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哎，等等，校长，这是3栋别墅的产权证。啊，对对对，废品收购站的建设也差不多了，等手续下来，随时都可以营业。嘿，那太好了。等那个废品收购站正式营业了，李大娘他们2口子也有安置的地方了。那我先走了啊，贺哥。今天辛苦你了，赵小姐。应该的，今天也算长见识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行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好，慢走啊。喂，林月，林月，你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妈。从小爹娘双亡，是二叔二婶保养的。二叔张春老实巴交，就是怕老婆。二叔刘玉对我，从小我就怕他。那算了，我怕他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呀，哥，你先说说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都考上大学了，我妈不让我去。过分了，林月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跟我这学渣不一样。不让他上大学，这不是耽误人生吗？这事不能妥协。那你考上哪个大学了？燕京电影学院。哎呀，帝都的大学啊，不错呀。电影学院。那我觉得你妈说的对。哥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小妹说什么都能，现在有钱的能帮的更多，但绝对不包括跟二叔作对，更何况。娱乐圈是名利场，我可不想他掺和进那个大人。林月啊，不是哥不帮你，我去了那就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啊。我录屏了。啊！肉包子打狗，哥，你翅膀硬了，敢这么说我妈？哎，你赶紧给我删了。我不，要么你就回来，要么。咱们就同归于尽。本是同根生，你先见何太急嘛？你都说了同根生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同根死。哎呀，林月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是你跟我回去也没有用啊。我不管，明天我要是见不到你，你就等着我妈给你打电话吧。哼。喂，哎。哎呀，算了，也该回去一趟了。这次回去也算是衣锦还乡了，还正好买点东西给他们。希望二叔二婶啊，可以看在我的份上，能对我从轻发落吧。这谁家的车呀，这么气派？看车牌是阳城的，咱们胡同没这号人物吧？这不是老张家的大侄子张环吗？啥时候发的财啊？二叔，哎呀，小环。你小子回来了呀！啊，回来看看你。哎呀，走，进去。走，我车上还有东西没拿呢。哎呀，先进去。哎，走。前2年还在那跑外卖呢，这小子发大财了吧？哎，他娘，你看谁回来了？啊，二婶。哟，这大老板回来了，还知道有家呀？二婶，我带了点东西回来看你们啊。哎呀，带东西我可不敢要。哎，你这一走这么多年，也不说回来看看。哎呀，你少说2句吧。啊，这孩子不是回来了吗？哎，小环，你老实告诉二叔，这你这么多年在外面都干什么了呀？啊，你可看你穿的，你看你戴的，你可不能干傻事啊！嗨，叔，我做的都是正经生意，没犯法。这正经生意能挣这么多的钱吗？啊，你不会在外面帮人家放高利贷、搞传销吧？嗨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干了什么违法的事儿，你趁早去自首啊！
二叔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你凑罚款，你别等着警察找上门来。哎呀，二叔，我真没有犯法，我呀就是运气好啊，捡破烂做了一个废品收购的生意，赚了点儿。好，捡垃圾你能赚这么多呀？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呢？哥，真的是你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，我妈就要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撕了。你这翅膀根硬了是不是？敢跟我叫板了？二婶，你别生气，好事啊！哎呀，坐。哎，还好事儿呢。你二叔啊，这去年做手术，手术费就欠了15万，这催债的他天天上门来催债。我和你二叔，我们2个人打了3份工，这个窟窿都没填上。哎，你们咋不跟我说呢？不是不让他读，确实是家里出不起这个学费呀。妈，你怎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呀？我告诉你有啥用啊？让你分心影响考试。我苦点累点都没关系，我不能影响了你的前程啊，孩子。唉，小环，你当老板了是吧？你能不能先借给我们15万？哎呀，二婶儿，啥借不借的？我张环能长这么大，就靠你个二叔了。哎，二婶儿啊，这卡里啊有20万，你们先拿着用。不够了再跟我说啊！家里的债我来还，林月的学费我来出。这怎么行啊？嗨，我现在不是做废品收购生意赚了挺多钱的吗？这20万对于我来说不算啥。再说了，林月以后要成为大明星了，还能去给我那个废品收购站做代言，这钱不就赚回来了吗？你这臭小子，就你心眼多啊，是吧？赶快谢谢你大哥。哥哥，我最爱你了。为了报答你，我今天晚上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个衣服，马上就来。来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地主之谊啊？对啊，很好玩的。哎呀，你玩了就知道了。走啦。林月，你终于来了。他是谁啊？哦，这是我哥张环。哎，你好。还好只是哥哥，要是男朋友我可就惨了。我可是收了沈哥的钱，就算撮合不成，也不能让张林月在我眼皮子底下谈恋爱呀。沈哥，林月来了，来坐。你今天来的可真是时候，沈哥买了新本，据说特别感人。感人好啊，其他的我都玩腻了。就是看你玩腻了，我才特地淘的新剧本啊。嗨，谢谢沈哥。哎，林月，就只是谢谢吗？沈哥可是为了你啊，花了好大力气才淘到这个剧本的。听说价钱也很贵，可是他呀就不打算开放给别人，就等着你来呢。这个够了吧？你是不是傻？这是钱的事吗？看不出我在撮合你们2个吗？这么长时间了，是头猪都能看出我的心思吧？我甚至花钱让朱倩帮我吹吹耳旁风，更是投其所好开了这间剧本杀体验馆，可到头来却一丝进展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叫沈修啊？你是？我忘了吗？张环，这是我亲妹。啊，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原来是你啊！想起来了吧？随便玩。凌月，这钱呢就不用了。我开这个店啊，不是为了赚钱，以后啊，只要你常来就行了。哥，咱们走。哎，不玩了？不玩了？什么态度啊？老哥，这真是你同学吗？看他对你那个态度，我就生气，好像你在跟他攀交情一样。不错呀，能看出别人态度的好坏，这丫头也不是无药可救啊。张环，原来这是你妹妹啊！你看这事闹的，别走啊！咱俩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？聊会儿呗。
行啊，咱们聊会儿啊。行。哥，你疯了？疯什么？不就是聊聊吗？既然搞不定张明月，那就采用迂回的办法攻略他的亲戚家人。没想到他哥竟然是我高中同学，那这就好办了。朱倩，去拿瓶黑桃 A 过来。沈哥，黑桃 A 一瓶最少也得小7000吧？一瓶香槟而已啦。这是对凌月有意思，不要脸，还想老牛吃嫩草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拿。死丫头命真好。麻烦了。别客气。张环我还是有所了解，家境也就那么回事儿，想拿下他简直太简单了。吃2顿好的，玩他没玩过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让他变成马前卒，到时候再通过他认识张明月的父母，一个接一个拿下。我就不信拿下不了一个小小张明月。就好像现在一瓶小7000的香槟，喝过吗？吓傻了吧？一瓶小7000的香槟，喝过吗？吓傻了吧？哎，我说你高爹是个大老板啊，倒个酒抠抠搜搜的，你倒这点酒还不够养鱼的呢。我来。这还差不多了，来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碰一个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我干了啊，你们随意啊！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遇到点好东西就想多吃多占，要不是看你是凌月的哥哥，谁搭理你啊？我的香槟啊，这就没了。这酒味道一般呐，也那么回事。还有没有？没了。行吧，拿瓶矿泉水吧。哎呀，张环啊，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没忙啥，到处溜达，偶尔呢，包个小工程干一干。还真能吹牛逼，还包工程。哎呀，我可比不上你啊！我这不是家里啊有7个门市嘛，地段不错，那个每个月光租金呢能收个8、9万吧。我自己吧也干了2火锅店，生意还不错。行，这真不错。可不是嘲讽，这样的条件已经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了，包括曾经的我，只是现在就差点意思。哎，你现在1个月能挣多少啊？没多少。你这话就太谦虚了。哎，我就看你那个表就不错，多少钱啊？没多少钱。我看看。来。哟，还是百达翡丽呢。对，张环能买得起百达翡丽，开什么玩笑？这表估计是高仿，顶多也就8800块钱。没想到他现在变这么虚荣，要是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事情基本就妥了。做工挺逼真的啊。还行吧。啊，你这话呀说的可就太谦虚了。要我看，这样吧，咱们去吃点东西吧，边喝边聊。凌月，行，没问题，那咱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老同学聚会就不带你了啊，改天好吗？行吧，沈哥，你们去吧。哎，拜拜。坐我车吧。坐我的吧，我的车宽敞。愣着干嘛呢？走吧。张华啊，最近在哪儿发财呢？也就一般吧。现在也就是通达集团的副董事长。什么？通达集团？江城数1数2的集团，你还是副董事长？对，这是我名片，
这是什么？宝鸡航海。你说什么？我真傻，100多万的表就放副手箱上了，连100多万的表都买了，那他手上的百达翡丽还能是假的吗？我干什么要在他面前炫富？这不班门弄斧吗？对了，林月，去了大学一定要记得好好学，毕业后啊要找份好工作。哎，不过就算没找到好工作也没关系，毕竟你哥现在有钱了，就算是你花一辈子也花不完。以后啊，你就躺着等着吃就完事儿了。切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？我才不缺钱呢。对了，该给你转生活费了啊。账户到账1000万元整。1000万？该不会听错了吧？把我家里所有东西都卖了，也卖不出这个数啊！就这样随便动动手指，就把自己数倍家产的钱给转了。这是真的吗？我现在是不是成富婆了？对呀。哎呀，这样算不算好好说话？算，特别算。记住了啊，你现在有钱了，以后要找男朋友，可千万不能找一个没有你有钱的。老哥，那我要是找一个身价100亿的，那我就给你转100亿。老哥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孤独终老啊？哎，对，不仅要孤独终老，以后啊，你火化的时候都不需要别的老头的骨灰。那我要是非找一个呢？你要是非要找一个的话，那就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？别问我狠心下手应不应该。那个张华，忽然间想起来家里有点事儿，要不我先回去吧。别呀，我们老同学一场，好不容易见面，不得喝点啊？哎呀，不了。啊，那不行，你以前这么照顾我妹妹，还特意帮我妹妹挑选这么多好的剧本，我不得好好谢谢你吗？那有什么不容易的？有专门的剧本商，想买什么说一声就行了。那也不行，好不容易买来的剧本，你这样不就浪费了吗？都。早知道你这么毫无人性，我他妈疯了才会打你妹妹的主意啊！以后不会了。老实说，那个剧本杀体验店，客人就那么点，几乎月月都赔钱，就准备关门了。那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那有什么麻烦的？赔钱就关门，这不挺正常的吗？那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不留你了啊！你先去忙你的啊，去吧。好。老哥，你刚才的话是假的吧？你也长大了，哥也不是非要干预你的感情生活，但是有些事情必须提前跟你说清楚。哥给你钱呢，足以让你不需要考虑物质条件去找到心仪的伴侣，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因为利益而对你图谋不轨。所以啊，擦亮眼睛。真的？真的。老哥，哎，你也别这么感动。喂，二叔，小环，赶紧回来一趟，家里出事了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哎呦，小环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不愧是发了大财的人呐！啊，这精气神看起来，他就是不一样啊！小环，快坐。你还认不认识我们了？哎，你们是？哎呦，我是你大姨，这是你大姨夫，这是二舅妈、二舅，你都不认识了。对于这些二舅妈的亲戚，没见过几次，早忘了。大姨、大姨夫、二舅妈。瞧瞧，这都当大老板了，还这么客气？可不是嘛，这孩子小时候我就看他不一般，就是当大老板的命。你还记得不？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哎呀，抱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回屋换身衣服。失陪啊，失陪。
二叔，这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别提了，那天你回来的太张扬了。那天你回来的太张扬了，他们以为你发大财了。哎，这，所以是要借钱吗？哎呀，去年咱们困难的时候，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呢。啊，哎，我和你二婶去他们那儿借钱，他们一个一个都把门锁上，还说什么以后村里永远别再来了。哎，行，我理解啊。我要是摊上这么一个穷亲戚呢，那我也不会填这个无底洞，对不对？我也不会帮这个忙。可是现在毕竟不来往了，是不是？既然这样了，那就得说到做到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咱们好过了，他们又反扑过来了。你叔我最看不惯这个。哎，那二叔，你说咱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要说借，我就出钱；你要说不借，咱就把他给轰出去。哎，这还得看你二婶的，毕竟是他们家的亲戚，弟弟妹妹。我不在乎，那你二婶能不在乎吗？那我二婶人呢？现在在里面给他妈打电话，他妈这个人也是啊，咱们困难的时候他连一句话都没有，现在咱们好过了啊，他倒打电话过来了，什么人呢这是？别着急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二叔，咱出去看看什么情况吧。啊！哎呀，林月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上12年学就够了。上什么大学，浪费钱。是啊，就算上了大学，也是出去给人家打工，咱就找个好人家嫁了啊。我们村里王木匠的儿子就不错，26岁，老实肯干。虽然比你大8岁，但是他会心疼人。啊，对，还有东头老孙的孙子，跟你年龄差不多，就是吧，有点跛脚，但是家里有钱，你也考虑考虑啊。不用了，我还是想上大学。哎呀，我跟你二舅妈都是为你好，你怎么不知好赖呀？是啊，你听二舅妈，二舅妈是过来人，你要是同意，就凭咱这个模样，二舅妈保证给你要来20万彩礼。管好你们自己家的事儿。哎，林月的事儿你们少操心。哎呀，你说说这孩子。没事，不用怕。哎，小黄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们都是为了林月好。对呀，我们做长辈的还能害了孩子不成？不好意思啊，什么对林月好的话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说。不好意思啊，什么对林月好的话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说。哎呀，怎么说？耶，你怎么这样跟长辈说话的？翅膀硬了，都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。有点钱怎么了？那就不知道孝顺了。算了，不和他们争口舌了，毕竟是二婶的兄弟姐妹，在他还没表态前就撕破脸的话，谁让二婶能看？林月，进屋去吧。好。站住！事情还没说完呢，进什么屋？回屋？那老孙头都求到我头上来了，你好歹也给个答复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愿意。不愿意？张凌月，你以为你自己是千金小姐呢？这不愿意那不愿意，人家老孙头的儿子可能挣钱了，你要嫁过去，彩礼至少20万，只多不少。我不去。你不去，我都答应人家了，说没钱我都收了。你不去，不打我的脸吗？说没钱我都收了，你不去，那不是打我的脸吗？爸，你个糟老婆子，你自己咋不去呢？我操！二叔发这么大的火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操你！张景轩，你竟然打我老婆！就崽子你！我看看这是谁家，跑这撒野来了！我腰疼！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还打起来了呢？啊，说话呀！不行，赔钱，必须赔钱！林月，你先回屋去。回去。张环，你居然敢打长辈！什么教养？也不知道刘玉是怎么教你的。就是啊，你这样下去，最多发个横财，这以后啊，保证守不住。行了行了，
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竟敢打长辈！就是，看给我打的。还有你那个老公也不是什么好兵，竟敢打你姐，怎么当妹夫的呢？张环是我养的，关你们什么屁事？张春是我找的，用你们套什么劲啊？还有你刘婷，刚才是不是你说让我女儿辍学去嫁人的？玉呀，我也是为了林月好啊。哎呀，打得好，打得漂亮！她可是你亲姐呀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你？不就有俩臭钱儿吗？尾巴都翘了。别忘了，你们以前困难的时候。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趁现在赶紧滚，别在这里撒泼打滚。哼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可不敢保证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有人啊会进屋。与其把钱给你们，还不如花钱雇点人去你们家串门。你少在这儿吓唬我们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有2个儿子，现在应该还在上学。哎呀，备不住哪天啊，放学的时候啊，就找不着人了。我现在数10个数：10。姐，咱们走。这有钱人，这心啊，走。哎呦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赶紧滚！哥，你又怎么惹我妈了？啊？没有啊。张环，你是不是有钱了就开始违法乱纪了呀？啊？什么啊？我看你刚刚威胁他们还挺熟练的，你是不是干过那种事儿？二婶，你这可就冤枉我了。我像是那种干违法乱纪事的人吗？那你刚才啊，那都是学电影里边的。要是他们还没完没了，电影可就要变成现实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人要做违法的事情我不管，你要是敢违法乱纪，我可大嘴巴子抽你啊！是，二婶你放心，绝对遵纪守法啊！你呀，要不先坐一会儿，消消气去。哎呀，消什么气？我跟他们就犯不着。哎，张春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去把屋里打扫打扫。是，老佛爷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啊？没什么事了，那我去做饭了。好，去吧。哎，二婶，别忙活了，咱出去吃。哎，怎么我做饭不好吃？不是，好吃。那在家里你是吃不下？那你就坐那儿老实等着吧。哎，好嘞。老哥，你真怂。你不怂，你跟二婶说你要吃火锅。咱家今日掐指一算，今日不宜开口，血光之灾。哎，你们俩是不是没事儿干？拿去买点火锅料去。好，哎，你刚才掐错手指了。少废话，买肉去。哎，哥，你什么时候去阳城啊？怎么，你想去啊？行啊。哎，二叔二婶，你们要不也收拾收拾，跟我去阳城吧？哎呀，我们就不去了，去那儿还得租房子，多不划算呀。哎呀，不用，我阳城有3套别墅，你跟二叔放心住就完事儿了。那大宅子人少聚阴气，我们就不要了。妈，我哥都说了有房子了，你舍得女儿一个人在外面吗？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嘛。少说那没用的，我们说不去就不去。你看咱家这老宅多好呀。我瞌睡了，我们去睡了啊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你不是要去阳城吗？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出发，你赶紧去收拾东西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收拾。哥，我这刚离开就有点想我妈了。哎呀，想的时候啊，咱们随时回家。放心吧，啊。哥，现在去你别墅吗？不是，现在啊，带你去家具城。家具城？你的那个房间啊，还没有装修好，我带你去家具城选一些你喜欢的家具。行，谢谢哥，哥你对我真好。一会儿看吧，不要舍不得花钱，看是哪个就选哪个。行。张凌月，莎莎，好巧啊！是啊，好巧啊！你也来这儿看家具啊？不过这家具还挺贵的呢。放在以前确实贵，不过现在我卡里有1000万，要不要说？算了，太张扬了。还行吧？还行，这里可是阳城最贵的家具专卖店，
更何况庄灵月家境一般，甚至有些穷，就这还说还行。月月，你要买什么呀？床单、被罩、书桌、衣柜什么的都要买。那你可以看看那个，我男朋友家呀用的就是这个，你看看。还真不错，是吧？这躺上去可舒服了，不过就是有点贵，要4800呢。4800，老爸2个月工资，太浪费了，算了吧。这就不装了，没意思，不行，我得再逗逗他。哎，正好我也没事，我陪你一起啊。好啊，你吃午饭了吗？没呢。那我们一起吃个午饭，下午再一起逛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林月，哎，哥。林月，这是我朋友韩莎莎，莎莎，这是我哥。家具看好了没有？这有点太贵，还是算了吧。有这些钱，还不如多买些衣服和包包。喜欢就买呗，没有漏再给你。不要，我还是买衣服吧。这是组团装阔来了，这表近300多万，真的假的呀？穿的就是普通牌的运动装，怎么买得起100万的表？一定是高仿啊！哥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，我饿了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那咱们去吃啥？我们去吃青岛吧。青岛？哥，你吃过吗？好吃吗？你要问我，老兵烤肉或者是大胖烧烤啥的，我门儿清。青岛还真没去过。果然不入流，青岛都没去过。没吃过没关系，去尝一尝嘛，绝对不会错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吃那个什么青岛，我们快走吧。行。林月，你开车没？要不要我带你啊？好啊好啊，我要坐。走吧。哎，你好，服务员。你好，您看一下需要些什么？要一份焗蜗牛，汤呢就要蔬菜汤吧，然后再要一份这个牛上脑牛排，再要一份蔬菜沙拉。哦，还有啊，那个芒果布丁啊，一定要来1份。哎，你看你们吃什么，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哥，服务员，你们这儿主厨最拿手的是什么？我们这边第1页都是我们的特色菜，可以看一下。行，那就全来一遍。啊，先生您确定吗？都上一遍，知道多少钱吗？会刷爆我信用卡的。确定，去吧。好的，先生请稍等。你们等会儿可要多吃点哦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放心吧，我哥饭量很大的。这孩子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话外音都听不出来，他是在说您土没见过世面。莎莎，你买车了？嗨，我男朋友给我买的，不贵，也就20多万吧。说是啊，让我拿来练练手。这装逼的感觉有点熟悉啊。哎，对了，马尔代夫你去过没？那儿环境，国内根本没法比。还有我这个包也不贵吧，也就8万多，我男朋友送的。我男朋友说了，以后啊，我都不用上班，我只用负责在家貌美如花，他上班赚钱养我。菜都上齐了，赶紧吃吧，别客气啊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先生您好，有什么需要？这个菜谁做的？先生，这菜有什么问题吗？太好吃了！快快快，把你们那个厨师叫过来，快！好的，您稍等。真不错啊！电视剧看多了吧，装到这个份上也是没谁了。先生您好，我是主厨杨庆，请问您对我的厨艺还满意吗？您好，杨师傅啊，对你的菜特别满意。我问一下，你在这1个月能赚多少钱？您问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请你来我们家做饭。林月啊，赶紧给你哥说说，别在这丢人了。把厨师雇到家里，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，很有建设性啊。嘿，你也这么想的对吧？我早就带他们来了，丢人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开玩笑的，你先去忙吧。哎，我没开玩笑，你看个价吧。还没完没了了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……这样吧，我呀对你们这个行情也不是特别了解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拿30万，怎么样？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。40，先生50，这不符合100。
先生，你认真的？你只要同意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签合同。那我看看合同再说吧。行。哎，何源，你现在按我说的打一份合同，送到金岛酒店来，快点啊！行，你先去吧啊。哎。喂，老公啊，我在京岛跟同学吃饭呢。好呀，你来吧。刚好等男朋友来了，让他探探底。哎，老公，你来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王晨，今年24岁，开了一家传媒公司。这是我的同学林月，这是他哥张环。你好，总听莎莎提起你，终于见面了。不错不错，年轻轻就开公司了，好好干。还行吧，就是图一乐，有10几个主播，隔3差5还能派人参演短剧。你要是感兴趣，就来找我，我保证你能火遍全网，甚至进入娱乐圈也不是问题。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妹对你说的那些不感兴趣。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妹对你说的那些不感兴趣。这对你妹妹来说是个好事儿，又风光又能大把挣钱，你干嘛要拦着？你有意见？不是我有意见，只是我觉得吧，让你妹妹自己做决定比较好。只要你点头，咱们立刻签约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哎呀，老公，人家凌月可是燕京电影学院毕业的，怎么能去干主播呢？燕京电影学院，那不冲突啊。到时候我给你打造一个美女学霸的形象，那肯定能火。都说了不愿意，你烦不烦？你可要想好，想当演员的话，不要轻易得罪传媒公司，不然很难出头啊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别看我们的传媒公司不怎么样，但那只是我闹着玩开的。我爸可是星河集团的董事长，毛鱼文化的大股东。你们要是得罪了我，后果可要考虑清楚。切，哥，咱们走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老公，凌月是我同学，别这样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闭嘴！哟，点的东西不少啊，把账付了再走吧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先生。让他付账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下回啊，别那么幼稚了。本来就没打算让你们付账。走。你，哎，让你走了吗？踩到我鞋了。你他妈傻吧？本来不想骂你的，想跟老子玩是吧？老子陪你玩。跟我玩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鞋子多少钱？我买了。68000，赔钱吧。来吧，扫码，我买了。整完了。我操，还真掏钱了。把鞋脱了。你什么你啊？啊！赶紧把鞋脱了，别磨叽。行，我记住你了。记住？行。干嘛？要干什么？我让你记住我。我操你干什么？我现在把你衣服弄脏了，多少钱我赔？赶快把衣服给我脱了。凌月，你快跟你哥说说，别让王晨丢脸呀。我说也不管用啊，还是你去说吧。怎么，不敢了是吧？啊？想死是吧？还想弄死我是吧？那你得抓点紧了，桌子上东西还不少呢。我操你！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赶快把衣服给我脱了。明明看起来不魁梧，怎么力气这么大？现在跟他斗，吃亏的只会是我自己。你等着，衣服给我脱了！啊！敢砸我车？不至于吧？这个是路虎，400多万呢。我操！你敢砸我车？这小伙子也太冲动了吧！岂止是冲动，
简直是在发疯呀！凌月，你可闯祸了。还好吧，赔钱不就行了？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要400多万呢，加上别的要500多万，你赔得起吗？没事啊，反正我哥有钱，老哥给我的钱都够买脸了。你到底多少钱？不清楚，香山别墅有3套房吧？这真是不错，这个。张总，您的钥匙。我的车修好了。修好了。走吧，凌月。哎，别走，赔钱！我砸你的车，我赔你；你砸我的车，你赔我。来吧，动手吧！我操，敢砸我的车，他们也砸你车！不行！哎，这是8000万的车，我他妈怎么砸？就是砸呀，有本事砸呀！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了。不能砸。怎么不敢了？二维码拿过来吧。咱也是讲道理的人。我砸你的车，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。现在你这辆车是我的了，没有意见吧？检测到价值3689384元破烂，万倍回收达到限额，宿主获得10亿元。宿主第2次获得10亿，提升限额额度次数。你刚刚说你爸是星河集团的董事长，盲鱼文化的大股东，看来啊，他们是要破产。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贺渊，1周之内，我要看到星河集团和盲鱼文化破产。是。雨，我们走。贺渊，他居然认识通达集团的董事长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都怪你，这是什么事啊？丢死人了！哥，你刚才说要让星河集团破产，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感动我妹妹就要付出代价。可他们家大业大的，咱们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通达集团的打压。对了，你刚才说要去买衣服吗？前面就是奢侈品店，哥给你买最新款的衣服和包包。好。喂，贺哥。小张啊，刚才发生的事我听刘秘书说了，你想搞垮星河集团和盲鱼文化呀？对，感激于我妹妹，我一定让她付出代价。只是我这样做不会让你难做吧？不难做，和通达比只是个小公司，1周的时间够了。啊，对，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呀，废品回收站的手续下来了，随时都可以开业了。真的？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啊。行，你忙。行，好嘞。哥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这么高兴？我公司啊要开业了。真的？啊、真的，我们现在啊买点开业用的东西啊。走。哈哈哈，里面请。感谢各位的捧场啊！今天我们这个回收站就算是正式开业了。好。哎，贺哥，哎呀，你能过来，真是让我蓬荜生辉。哎呀，小张呀，恭喜啊！我给你带好消息来了啊！星河集团盲鱼文化今天正式宣布破产清算了，你交代的我盼妥了。谢谢了，贺哥。哎，小张，你现在有对象吗？没有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！都有了事业就得有家庭啊，得赶紧找一个。要不老哥给你介绍一个啊？我女儿贺佳琪刚留学回来，和你年纪相仿，我觉得挺合适。你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找个人稳定下来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包办婚姻？贺哥思想够老旧的，就算我愿意，你女儿也不一定愿意啊。哎呀，贺哥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啊！咱们还是先干事业为主。来，精彩！来，
好，太好了！好，哈哈。